谁都吓跑了。田地几乎被侵夺，你还有心垂钓？最后不还是保住了吗？可那田汾越来越过分，说不定他下回又要别的。那些王公贵胄，个个趋炎附势。君侯你不在朝中，现在连门庭都冷落了。可总是会有人不论贵贱，真心相待。我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我又帮不上你什么，又不是皇上。怎么又扯到皇上了？皇上当年说过，一定会重用君侯，也会顾念我的功劳。如今呢，你我二人还是废弃不用，倒让庸碌贪心的田汾位极人臣，把持朝政。皇上也是有难处啊，你总不能让他为了一个田汾跟自己的母亲争执吧？当今皇上有千古帝皇之才，他自有计较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只要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明知道要看田汾的脸色，君侯还是要出席他的婚宴吗？田汾娶妻，皇太后下诏，所有列侯宗室道贺。我虽然没有了官职，但毕竟是个魏齐侯，不得不去啊。你还是跟我一同前往吧。不去。皇太后是要往他弟弟脸上贴金，我才不去呢。不去，可就是抗旨啊。不去，我与那田汾早有恩怨。去了，他也会不高兴。你管他高不高兴？只要没抗旨，没失礼，没失身份，那就好了。为这种人惹麻烦，不值。君侯知道，我就是容易醉酒失礼，只怕是我去了以后会惹来更多麻烦。还是去吧，有我嘛。你若是醉酒，我能不闻不问不阻止吗？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都说不要来了，你看人家多瞧不起君侯你啊！哎，去敬酒，我不去。哎，不要失了礼数啊！去。好啊，好。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喝。丞相，魏齐侯和我来敬你了。丞相，无胜酒力，不能干杯了。平阳公主驾到！参见公主，参见平阳侯，欢迎大驾光临。都免礼。谢公主。舅父大喜。舅父大喜啊！这是公主和我的一点心意，祝舅父舅母琴瑟和谐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请上座。田汾，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。魏齐侯怎么说也是先帝封的侯。冠夫，你喝多了。啊，冠夫兄，来，走开！你要管，先管好自己的夫君。这么说，不要再弄个野孩子进门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公主，莫怪，冠夫喝多了，我们回去。哼，田汾，哎，你如今是贵人了，就忘了魏齐侯在先帝朝中做大将军时，自己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吗？如此怠慢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你这个丞相之位，还不是靠你姐姐强占回来的？你放肆！你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霸人田产，贿赂后宫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罪。我还知道你一些抄家灭族的大阴谋，证据确凿。官司借酒闹事，来人，抓住他！诺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。
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夫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官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，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见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，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。众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。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恩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心嘛……魏夫人。臣妾在。此枣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皆……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实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！哼，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一箭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哼，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
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、污蔑丞相。你们魏氏一族，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！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欺人，而惹皇太后生气啊！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。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，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别气病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。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！诺。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你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判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！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啊，
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。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。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。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天芬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天芬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，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哼，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，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。不是可三问，丞相或可再补？不，季补也沾过，贵补也问过了，全部都是一样，通通都是不及，还补什么？想到对付冠夫的计策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哼，真是白养了你们，全都是吃闲饭的。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所说的
到底是虚言还是实话？有多少人知道？又知道了多少？他手中掌握的证据，你们一点都查不出吗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冠夫食客众多，他的罪名又未落实，我们不好抄家搜查呀。那就想办法让我抄他的家。难道让我干等吗？等他的食客收集我的证据呈给皇上吗？早知我位极丞相，当年我真是不应该。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泄露，否则会株连九族，连我姐姐都保不住我。那何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？蠢材！官府辱骂本相，说我种种罪状，朝中上下无人不知。倘若他于关押时猝死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行，一定要让他名正言顺被定罪，而且须定死罪，我才可以放心。小人参见丞相。你是个看相的，为何旗幡上不写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？这个“计”字是何意思？小人不算命，只献计，以计谋生。此处荒芜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选择在此卖计，能谋生吗？市井人流虽多，但机缘未到，人再多也枉然。而这荒郊，却是有缘人必经之路，一个就足够了。那个人你等到没有？有缘人近在咫尺，就是丞相。草民在此恭候多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？这里乃是五色帝庙必经之路，而五色帝庙正是帝王、朝臣求神祈福、问道解惑之地。其实，万事万物必有命理天意，顺应了天意，自然万事皆通。丞相与其求神问卜，不如应了这天意，给小人一个机会，听听小人的计如何？如你所言，我历代大汉皇帝共拜五色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你凭什么自比五色帝？可解我烦忧。就凭小人知道丞相的烦忧是如何置一个人于死地。而小人这个瓶里，正巧卖的不是药，而是杀人刀。这茭白酒热得刚好，内含玉衡心经与百叶仙药，可令丞相延年益寿。这酒中川椒和侧柏叶要受正月采的最好。小人以蜜蜂浸泡了7日，应该正合口味。知道我爱饮这种茭白酒，也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一杯的习惯，你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小人以卖技为生，小人是有卖技之能的人。不要拐弯，你这一计究竟是什么？说来也简单，玄机尽在12字之中：饮水清，灌室凝；饮水浊，灌室足。丞相，可知此话何意？继续说。冠夫在丞相婚宴上闹事，虽罪不至死，但其宗族人众，财雄势大，总有几个不孝子弟，仗势做些不法之事。若要饮水变浑浊，则是冠氏族人在杀人作乱。丞相在冠夫身上难定死罪，何不到其家乡颍川一探究竟？
冠氏亲族仗势凌人、贪赃枉法的罪证，顺手就可拈来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就这样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派人去查探了。就凭你这一点点能耐，加上这么一点点计策，就想投靠我？看来今天你的计是白卖了，这些酒也白煮了。更重要的是我的时间，让你白耗了。哼！那个袁叔看来倒是个人物，丞相为何不用他？计策已取，何须再用此人？可是，丞相不是正迫切需要贤士吗？此人对我了如指掌，费啥心机投靠？野心太大，留在身边恐怕日后难以驾驭。一旦他要出计反我害我，你们能应付得了吗？是，丞相英明。他只是用了12个字，就点出除去我大患的妙计，为何我身边竟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愚钝之徒呢？有丞相的教导，小的们会越来越长进的。人家已经替我们搭桥铺路了，赶紧派人去颍川，搜集冠夫宗族的罪证，快！诺。驾！驾！驾！段兄弟，段兄弟，谁找段大人？在下是冠夫冠大人门下食客，冠大人得罪权贵而惹祸，如今身在牢狱，随时会遭害。我特此来找段大人求助。段大人不在。段大人率属下去寻找张骞，多月未归。唉，只怕他深入不毛之地，又或与外敌相遇交战，吉凶难料。风雨，拿水来！水。大人，有一名兄弟撑不住了。大人小心！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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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果然是汉室之物，锦上绣羽，更属皇室。说不定这是张骞出事时携来的。张大人的确到过此地。参见大人，免礼了。冯远，你不是刚吃药吗？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谢大人赐药，卑职只是缺水中夜，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求大人准卑职离队回京。你起来再说。大人，我随大人远赴西域6载，走过无数城镇乡野，离长安越来越远，只因找不到张骞大人，归期无望。我家中妻儿母亲无人照顾，恳求大人准我回乡。起来再说。我明白你的苦衷，你就立书请示，我会给你批文，准你回京尽孝道。谢段大人。这就去办吧。诺。
背井离乡，思念家人，的确很艰苦。张鑫，属下在，传令下去，要是有人意欲返乡，皆可申报批文，我会让他们回家团聚。诺。你也想回家吧？大人，这6年我们找回来的蛛丝马迹，似乎都告诉我们，张骞大人的队伍或已遭遇不测，而且我们越深入外地腹地，越是危险，经常遇袭，士兵屡屡受伤，天气时而寒冷，时而酷热，大家实在是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指望大人能尽早回长安复命。这知己是张骞留下的吗？我们不查下去，谁能知道？这些年来，我们断断续续发现他们的踪迹。若就此复命了事，先前的艰辛就白费了。我并无家眷，了无牵挂。张鑫，如果你也想回家，我会给你批文。属下愿意继续追随大人。你不用急着答复我，立马传令下去，留者自留。你们要走，随时都可以。诺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多少粮草？所剩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先返回边关亭帐，稍作休整，补足粮草。要走的可以带粮而去，我也可以带领愿意留下来的，继续出发。诺。这蜜蛮渣酸中带甜，又香脆可口，好吃。陛下再尝尝这块黄金糕。这次的怎么跟你上次做的不太一样？今天改变了做法，当中掺了新酿的桂花，是不是不好吃？香甜不腻，齿颊留香，比之前的更好吃。陛下捉弄我。你也别太紧张了，我看这些啊，别说吃，母后就是看一眼都会胃口大开。当真如此就好，臣妾真希望皇太后能够消气舒心。放心，这些全对了她的胃口。其实啊，你侍奉了母后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连她的喜好都拿捏不好呢？多虑了。臣妾确实有些惶恐。别怕，朕的子夫如此贤惠，肯定可以把母后安抚好，让朕无后顾之忧。无后顾之忧？陛下是不是在心中有盘算了？冠夫一案，朕已下令群臣在东宫廷议，召窦婴入宫，与田汾当庭辩个明白，让众臣评议。到时候，窦婴为维护冠夫，一定会列出田汾的种种徇私罪状。冠夫污蔑之罪得脱，而丞相的罪行就无所遁形，朕便一举罢相。宣慰旗号窦婴。臣为齐侯窦婴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冠夫骂作，朝野震惊。今日廷议，由魏齐侯
与丞相双方陈词，再让众卿评断。朕会秉公处理。谨遵皇命。魏齐侯，你说。启禀陛下，冠夫乃我大汉之勇士，日前丞相婚宴，只不过最后失态，而田丞相，却说冠夫醉酒闹事，囚禁冠夫。岂是酒后胡言？冠夫分明是借罪行凶，诬陷丞相。若人人都借酒妄辱朝臣，那还要朝纲法制何用？其罪之重，当以诛杀。恐怕丞相要治的，并非诬陷之罪吧，而是以冠夫结下的夙愿旧仇，以及冠夫最后戳破了你卖官鬻爵、囤积米粮、私置官钱、虐杀异己的种种恶行吧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，你诬告本相同样有罪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千真万确，若是诬告，臣愿领罪。那魏齐侯可有证据？有。陛下，此乃田丞相所犯罪行的记录证据。魏齐侯所谓的证据，未知从何得来？此乃冠夫和他的食客搜集而来。冠夫，陛下不必看了。丞相，何出此言啊？陛下，冠夫绝不可信，他结交奸猾之徒，纵容亲信，欺压百姓，横行颍川。颍川的百姓都在唱“颍水清，冠氏宁；颍水浊，冠氏足”啊！魏齐侯所说的大汉勇士，实乃害民恶贼，所举之证焉能作证？丞相，你的话又有何证据？有，拿进来。诺。铁证如山，不是一两箱，而是整整一箱，全部来自颍川，百姓签书状告，请陛下验证。韩御史，依你看，这冠夫为人险诈，所指老夫口供，还能相信吗？启禀陛下，若是罪证确凿，确实难以相信。哼，冠夫当日还指平阳公主未能管好夫婿，更收容私生子。太中大夫，你本出自平阳侯府，你认为冠夫如此羞辱公主，可以轻饶吗？诸位又以为呢？所谓技大于本，敬大于古，不折必批。冠夫借罪行凶，冒犯宗室，求陛下赐死，以正朝纲，并按魏齐侯先前承诺，将诬告丞相者下狱，以儆效尤。陛下若以为证据不够，臣还有一车铁证，正自颍川赶运入京，请陛下圣裁。今日廷议到此为止，窦婴下狱戴罪。对，就。哀家的亲儿怎么如此偏袒外人？说什么秉公处置，丞相呈上一车的证据，他还不立刻判死？那窦婴以伪证诬陷丞相，竟然只判他下狱戴罪。母后，先别生气，皇上向来断事英明，心明眼亮，今日这事或许另有因由。皇上向来重孝，有什么原因让他忤逆母后的意思呢？除非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吧。你说的是谁？哎呀，这些事我真是不敢乱讲。说，哀家要你说。冠夫和窦婴两人是魏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会不会是魏夫人为了感恩图报，已经在枕边求了情呢？又是他！母后息怒，皇上该不会为了顾及一个姬妾的面子，而把母后和舅父的颜面放一边吧？娇儿，你时时都在皇上身边，为何不好好劝劝皇上呢？皇上怎么肯听我的？我也不想跟别人争。哀家就知道他会偏心，可娇儿你才是他的皇后啊！算了算了。后宫的事，皇上只听那个魏夫人的，娇儿都不敢多话。可怎么连朝政大事，
也任由一个小小的姬妾随意摆布呢？这成何体统？魏夫人求见。来得正好。拜见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臣妾听闻皇太后最近胃口不佳，特意带了几样小点，请皇太后品尝。你弟弟卫青可好啊？谢皇太后关心，卫青一切安好。既然你弟弟一切安好，那你自然胃口极佳，吃得下，睡得饱。哀家可就不好了，哀家的弟弟身为丞相，却被人欺辱，你叫哀家怎么吃得下？你把这些吃的东西带回去给你弟弟吃吧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只是关心皇太后凤体安康。哀家这个皇太后能否安康，看来还得你这个魏夫人说了算呢。臣妾愚钝，臣妾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愿听皇太后教诲。丞相手里如山的铁证，都不比你魏夫人的一句话。能颠倒黑白，干扰皇帝，逆错为正。臣妾不敢，请皇太后明鉴。何况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臣妾左右？你是否左右人心，哀家早就看透。魏长公主伶俐可爱，哀家赐她小点，可她却要看你的脸色才敢吃。皇太后，只因魏长公主身子，哀家早就识破了你心口不一，嘴巴上说不干政，可背地里却结党连群，勾结窦婴和冠夫，陷害我们皇室宗族。母后，或许这件事情魏夫人实不知情，纯粹是皇上圣裁。其实不用魏夫人开口，皇上也会顾及她的感受。那丞相受辱就可以不理了？哀家今日身为皇太后，都护不了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日哀家故去，他还不任人宰割，任人鱼肉？母后，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？母后凤仪天下，寿山福海。魏夫人精心为皇太后准备了美典，可见她也自觉不适，有请罪之心了。皇上平日最看重的是妹妹所说的后宫和乐。妹妹呈上的食物，母后你怎么也吃一点点，好让妹妹尽她的孝心，也算是顺皇上的心意呀。别让母子之间有嫌隙。荒唐！哀家要吃他的东西，才能维系哀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表示我们母子无嫌隙。他算什么人？哀家吃他的东西，哀家不吃不吃，哀家非要灭了他朋党不可。皇帝如果不下旨杀了冠夫，哀家就绝不吃任何东西。看皇帝到底是听你这个姬妾的，还是听我这个母后的？皇太后，臣妾向陛下请罪。你这是为何？快起来！臣妾愧对陛下，不能让皇太后息怒，反增其忧恼，让陛下为难了。再没有什么为难。朕刚已下诏，判冠夫死罪。什么？有什么好诧异的？朕还能有什么选择？可是陛下，杀人诏书一下没法挽回，陛下可否？罪证如山，不得不杀。可是，证据会否造假？又或者是遭人陷害？也许可以。够了！你既然知道朕有多为难，怎么还说这些？